你本人很健谈哎，没跟你聊天之前，我觉得你是蠢的。我觉得在我价值观排序里面，我觉得事业是要大于情感的。你能接受对方是恋爱脑吗？可以啊，那对自己很好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师傅你好，你好，请问尾号是多少7708。那我们出发吧。我也不想被钓啊，可是他叫我宝宝哎，我不管，他就是喜欢我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傅你平时有在健身吧？偶尔去，就工作不忙的时候会去一下。哇，手臂也练得太好了吧？谢谢，你的情商很高，谢谢。那这单免费吧，不是？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我看你是南大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所以你就是大学就来南京了。对，今年是正好10年，然后今年过完生日就会29岁。毕业第1年是不在南京的，到其他地方工作去的。那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因为干不下去嘛，在大厂太卷。之前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在新疆。哇，好远哦。是的，因为自己没得选，那个都是公司分的。做什么呢？在华为做运营商的客户经理，就是销售。所以你大学读的不是英语方面的？是英语。那怎么会去做销售的呀？因为你读文科，你不能进技术相关的岗位，对吧？当不了程序员。现在是有自己的公司了？也不算公司吧，就是一个小的工作室。有招前台吗？前台，那我可以做吧，我就是。那你现在那个语培是面向的是学龄前还是上小学的？不是一般都是高中，是做这个出国语言考试的培训嘛，就是托福和雅思主要的，以及一些这个就国外的学科。如果是成年人锻炼口语是要也可以了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会不会有同行打我？就是如果说你只想就是学一些这个旅行方面的口语，对吧？日常交流的你不需要去上课花钱什么，就下载一个这些很多的英语软件，就跟着说就好了。那如果是个帅哥锻炼口语，可以去你家锻炼的吗？就还没有承接过这样的业务。那你英语应该很好吧？也还好吧，也不是很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山西考生考英文的时候是不考听力的。啊？你说高考的时候？对，高考的时候不考听力。但是我一来这个南京大学的英文系，就是全英文授课。我觉得前2周我什么都听不懂，我就不停地问老师、问同学在讲什么。但是怎么讲？我觉得我学习能力还是蛮好的，可能再往后面一点就可以跟上了。我觉得就是跟江浙沪这边的这个基础好的考生没有办法比的，厉害的人真的很多。我觉得我能考上南大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我妈妈是小学2年级毕业，我爸是小学6年级毕业，所以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一步应该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也挺满意现在的结果的。那你不会就是考了大学，村里面还给你挂横幅之类的吧？那倒没有挂横幅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县里奖了一台电视，我当时应该是学校的第1名，文科生的，然后是市里面的第2名，然后是山西省应该是第70名左右这个位次，然后是16万考生。因为我之前有邀请过你啊，是的，回绝了。是的，为什么？当时可能是比较考虑另一半的感受，所以现在不考虑他了。就是我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因为现在就是相处久，他可能也更相信了。我比较尊重他的想法，就是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去商量。那说明他不信任你啊。是不是占有欲很强那种？还好吧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在感情里面也是很霸道的吗？就没有吧？都听你。我说了，我是一个就是有商有量的人，我也没有很霸道。你什么星座的？我是天蝎座的。你跟我讲你身材不好哎。是不好吧？我觉得跟你那个拍过的很多帅哥比起来，我就是一个寂寂无名之辈。但是你也经常 po 你自己的身材啊。对啊。那我觉得既然 po 出来了，你肯定是满意的。我说实话，真的不是很满意，因为现在那个网上身材好的太多了。那你有幻想过自己就是什么大胸6块腹肌？之前会，现在已经还好了。哎，你本人很健谈哎。是的，我在网络上聊天比较的无能，就是我没见到真人前，没跟你聊天前，我觉得你是蠢的。憨憨的、蠢的那种感觉，我都挺能聊，但前提是我们见面，我这样喜欢这样聊。那网上发消息，我宁愿去打游戏、看看剧这样子。你应该很受欢迎吧？我不太交际，我不太社交，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感觉。那你要说那个发视频网上的评论，那大家可能就是私信肯定很多吧？每天对，有的会有，就只要是礼貌的，我都会回复一下的。那你会被什么标签吸引呢？我觉得我更看重智商能力或者是学历能力，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写那种 well educated 这样，我觉得就跟外在比起来，我觉得一个人可能他善良一点，然后呢他的就最起码有话题聊，这样比较好。那你是属于智性恋哎？也不是，我没有什么性恋。一个长得好看一点，但学历很低；一个呢长得不好看一点，但是学历很高，你选哪一个？当然选好看的呀。但是有可能学历高的人对你事业上面是有帮助的呢。那我要斟酌一下。我觉得在我价值观排序里面，我觉得事业是要大于情感的。我这么要求自己，我也会体谅别人这么要求，或者鼓励别人这么去做。你能接受对方是恋爱脑吗？可以啊，那对自己很好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就是现在预设很多的条件也好，假设也好，其实都不重要。当你
真的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。有时候我们就像游戏建模一样，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捏出来，对吧？那不太现实，总是要有磨合的。你上课是那种凶的吗？我不凶吧，当然有时候会忍不住，会生气，但是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很平和的一个状态。你上班也是穿成这样吗？上班的话就是抓起什么来穿什么，那也有可能穿这个。是的，还有就是可能就是我刚健完身，然后下午有课我就直接过去了。那下面学生都哇，这老师不会吧？因为我是很正经的老师啊，而且不听话的时候可以恐吓一下，敲一下黑板，他们会更听话，就这样。哇，